后同样的中间如果有任何时候要发问就举手。然后这份简报大概有60多7成的材料不是我写的，是 US 跟 Perl 写的。那而且我还没有来得及都拿进去，对，我们就走着瞧。好，所以今天要说的是 Perl 5.10，是 Perl 的下一个稳定版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之前的Perl 的严格。我们知道 Perl 刚装起来的时候会帮你装一个 Perl hist 的 man page， 所以你打 man Perl hist 或者 Perl doc Perl hist， 它就会列出 Perl 的这个历史源。那94年是5.1版，到现在已经过了一阵子。5.1版过了1年，是出了5.2版又过了1年，5.3版过了6个月，5.4版又过了1年，5.5版又过了1年，5.6版过了2年。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过了。然后到了5.8版的时候也过了2年。那可是2002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看到这个稳定版的 major revision。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大家都觉得说那个版本号不要让它变2位数比较好，因为5.10跟5.1会混淆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是把它当古典数，5.10跟5.1在处理上是一样的，而事实上是不只是小，因为 C10 上面很多工具那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想说，那我们就不要改成5.10，我们就继续用5.8。那所以呢，在5.8里面，事实上加了非常多的新功能。5.8.3跟5.8.0已经差很多了，就有点像说 Emacs 现在虽然说是这个出到22版，但是事实上它是版本号还是0.22版，是一样的道理。那所以说5.8.2跟5.8.1是都是03年，过了1年583、584、585都是2004年出的，586也是，过了1年587，然后去年是588。那这个都是就是Perl 5.8系列稳定版，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稳定。那588是2006年下半年出的，那到了今年。今年这个昨天我在 RC 上问过这个该版负责人的意见，所以589应该是一定会在2007年，而且应该是在几个月之内就2个月之内就会出，不然这个非常不放心。那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这个演进，就是它一定是会有一些新功能，可是旧的功能都不会更改，然后速度当然会变快，然后画当然会变少。那这个如果 Larry 不要生病，如果我也不要生病的话，那在7月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把6.0再出来，然后看那时候就释出了。那但是无论如何，就像大家可能已经听过的，到了圣诞节大概也会释出。我们从来没有说哪一年的圣诞节，但希望是今年的圣诞节。然后2007年会看到，很可能会看到这两个释出，但是一定会看到5.10。那5.10它就是代表这两个中间的一个桥梁，就是说5.8.9是表示它很稳定，6.0是有一大堆新功能，可是基本上你旧的程式不一定都可以跑。那5.10就是要融合这两个，然后既有6.0的新功能，然后也可以继承585的东西。那同时有一些人一天到晚在那边加帮他做 performance tag， 那待会我们会看到一些，那 performance 真的是好了不少。那5.10的一个重要的推手，那时候他们本来是说不要有5.10好了，那但是5.10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是我们 Tang 计划。我们在去年年中的时候提了这个方案，叫做 6 on 5。就是说，虽然现在 Perl 6唯一比较完整的实作是在 Haskell 上面做的，当然那个 Haskell 是包了一份 Perl 5.8进去，所以你还是可以用 Perl 5的模子。但是我们希望说有一天我们不需要一定要用 Haskell， 因为在很多 data center 我们是不允许用 Haskell，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说把 Perl 5自己做加强，然后把那些我们现在 Perl 6编译到 Perl 5要就是编译出来的东西跑得不够快的部分，在 Perl 5.10的时候把它加成就是 native Perl， 就是加一些 Perl 5.10的新功能，让它在跑 Perl 6相关功能是可以变化的。然后我们在上面再堆一大堆 C 模组，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任意取用 Perl 6你想要用的那个部分。好比像是你只想要用它的物件系统，或你想要用它的文法支援，或你想要用它的什么别的东西，你就可以直接 use 那一个 C 模组，直接在5.10使用。那这个在5.8已经有很多雏形了，只是不够快。那5.10主要是在 performance 跟 stability 上面做加强。那
举例来说，我们的 Mousse 点片就可以用到5.10很多这个新的功能，让它的速度更快。那 Mousse 已经1年了。Mousse 是什么呢？是一个 system模组。你用了 Mousse 之后，就可以用 Perl 6的方法来宣告类型、class、rows、继承啊、mixing 啊、各种 introspection 啊。我手上一个物件，我要问它哪些那个啊，就那种在一般的物件导向语言习以为常的东西，在 Perl 5本来是困难嘛。那你用了 Mousse 之后，就突然都变得非常简单，因为它就是跟 Perl 6完全这个一模一样。那这个 project 我们 Steven Little 开始做已经1年了，然后到现在 Catalyst、EBX Class 一些 C 端上面比较大的 project，都有在使用 Mousse。那他最近才写了一篇 blog 说 Mousse 已经 production ready 了这样子，所以各位如果这个想用的话，不妨去 C 端看一下。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5.10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把 Perl 6的新功能带回到带回到 Perl 5。那这个都是透过一个公司叫做 Feature 点片。在 Perl 的历史上，从 Perl 5.5到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加新的 keyword。所谓的reserve word 就是说它是英文词、数字，跟你自己定义的 subroutine、自己定义的函式可能是名字一样的。那但是呢，我们赋予它新的意义。8年来一共加了2个保留词 our 跟 check。那为什么没有人敢加新的保留词呢？因为如果你碰巧之前自己有定义一个函式叫做 our， 那这样子它升级到5.6的时候就会烂掉，因为 our 现在是保留词了，它不再是你自己能够用的一个函数的流程。那所以因为大家都很怕说，我们只要加一个新保留词，就会让这个100万份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量真的烂掉，所以就很不想加新的保留词。8年来也是加了，而且偶尔还少了进去。那但是现在呢，因为有 use feature 的关系，你就可以说，我只有在这个区块里面才要用这些保留词。那在外面预设上是不用的。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只要说 use feature say 在 Perl 5.10这个区块里面，你就可以开始用 say。那当然是 Perl 6的那个 say， 就是跟 print 一样，只是后面加一个号这样子。那就是在别的语言会拼成 print ln 的，可是那样很蠢，因为 ln 就跟 backslash n 一样都是2个键，所以你并没有什么要用。所以说 say 比较短，所以比较好打这样子。那所以就算你自己有拼一个叫 say 的函式，除非你自己说 use feature say， 不然的话它不会过来跟你做清楚。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随便乱加新的保留词，但是预设上面如果它提供给使用者，你要用 use feature 自己拿出来，这样应该没有问题。那你也可以说 use feature 冒号5.10，就是说从5.10版以前包含5.10所有的 keyword， 我都要这个把它启动。那当然，所有这些 keyword 都是从 Perl 6来的，那他们的 semantics、他们的操作方式、他们的执行方式也都会保证持续跟 Perl 6的状况是相同的。这个语法也是。那当然，你要一直写 use feature 是一件很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就有各种方法让你不用写技巧。其中一个方法是 dash 1，我们知道 dash 小1是跑一列 Perl， 然后直接让它生效。那现在如果你按住许可配置成 dash 大1的话，那就跟 dash 小1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所有这个版本的 Perl 的新保留词都一律生效，所以就可以说 Perl dash 大写的1，然后 say 是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你的程式如果自己已经写了 use 5.10，那这个意思就是说，5.10以前的版本我们完全都忘了。应该写的5.10，不然是5.0。好，所以说或者 use 5.10点，意思是一样。那当你的程式自己这样子写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它反正不能在5.8跑，不能在5.9跑。所以说，我们就自动帮你把5.10的所有 feature 都加进来。那所以说，你的程式只要用 use 5.10开头，那同样的你也可以用 say 这些新的关键词。好，那 say 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 print 后面加一个号，那你几乎可以自己定义它。那但是省非常非常多力气，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用 print 是要看。
所以举例来说，最简单的 case 你就可以省掉4个键，比较复杂一点的 case 你就可以省掉8个按键，这样手就比较不会歪掉这样。那save 是在串联引擎，那 print 逗号 \n 是对的。可是如果你的逗号不小心打成变化，很多人会这样打，他就会不小心在存量语气去呼叫符，那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期的后果。那或者是说双引号打成单引号，这个 backslash 就会直接印出来，或者这个 backslash 打成正斜线，那都会有各种各样出错的可能性。但是只要用了 save 的就不可能出错。那另外一个 feature 是 state， 就是所谓静态变数。通常你用满宣告的变数，在下一次进入那一个 subroutine 的时候，它的值就会都被清空。那 state 就像 C 里面的 static 一样，就是说这个变数在第一次初始化之后就一直待在那边，那你之后不管多少次交用它所在那个函式，它都不会被清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们本来有一个函式在做康复，就是计数器，你每次呼叫它的时候，它就把这个 i加1，然后把新的值重复。那在旧的写法上面，我们要外面再开一个 block， 把这个买$i 藏住，然后在这个 block 里面写我们的 subroutine。那个这样子，第一个很难懂，然后第二个莫名其妙多了4个所有，然后程式就会变得很乱。然后第三个，如果你在这个 block 之前就呼叫 increment 的话，这个等于0是还没有跑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bug。那在5点式，你可以直接说这个 subroutine 里面，我宣告$i 是这个 subroutine 里面用的，但是你下次跑 increment 的时候，它的值不会被重设。那这个等于只有在你第一次跑 increment 的时候才会生效，所以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它就是3声，然后直接加上1，然后回来。然后你第二次跑的时候，这个等于当初没有看到，然后所以它保留的是加1声。那这个就很多应用。举例来说，我们常常用答错作为 set 使用，就是我有没有看过某一个东西。那这个是一个idiom，就是一个成语，一个惯用语。在回圈里面，如果我之前已经处理过同样的 x 跟 y 的值，我就不要再跑一次。那以前呢，你这个theme 这个答错要提到最外面，它才不会在每次进 x 跟 y 的时候被清掉。那但是现在不用买用 state 的话，你就可以在最里面写 state， 这样是非常好用。这段应该。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改进是 switch。我们知道Perl 5.8就有 switch 点 PM， 但是这个既慢又不是很稳定。所以说呢，到了 Perl 5.10，你 use feature switch 的时候，你就可以用 Perl 6新的 given when 保留住。那 given 就是 switch 的意思 ，when 就是 case 的意思，只是它读起来比较像话，就是比较像英语。那所以同样的，在 C 语言里面的 break 和情况，现在你用 use feature switch 之后也都可以使用。但是呢，不像 C 语言的 case， 基本上只是比对2个值是不是相同。在 Perl 里面，我们的 when 是有所谓的 smart match 的功能，就是智慧型比对。举例来说，这是一个数字游戏。同样的 use v 5.10，就是说所有电式的现在保留层的。所以在一开始，我们是一个表面上，然后去产生一个谜底。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阵列去看，说使用者猜过哪些数字，这样子他就不会让他猜重复的数字。接下来一行读，switch 就是 given 它，如果里面有不是数字的字元，那就说请输入整个数。如果 guess，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打进去的数字是这个阵列的语言。就这个阵列里面有元素符合你打进来这个 guess 的话，那我就说你可以猜过这个数字。when not 就是说刚刚好就是跟他们一样的时候，那就是你已经猜中了，那就 last 就是跳出这个回圈，这个 while 回圈。那你在这里面也可以自己写运算式。那这个$_在 even 里面就是 even 的这个主题，所以说你也可以说，当它小于谜底的时候，就说再猜高一点。然后 continue。那如果它大于的话，就是被。
那如果continue 的意思就是说，不像其他的这3个 branch 会直接就跳到下一个while 去。continue 的意思是说往下再跑，往下再跑。所以说，如果它是小于或大于那的话，它不会马上就这个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下一个 while， 而是说它会跑最后这一行 push guess。所以就说把你这一次猜的东西再加进 guess 里面。那下一次你如果猜一样的话，它就会去比对 guess 里面有这个事，然后说你猜这个数字。这个语法应该没有问题。那smart match 实际上比这个强力得多。那个 when 在做比较的时候，它是用这个波浪算，我不知道怎么念，总之比对算法。那它的应用方式跟 Perl 是完全相同的。那因为它不是一个英数字，所以你本来也就不可能定义一个函式叫这个名字，所以你不需要 use feature，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波浪算。那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用，不需要把它用在 when 里面。所以这个因素辨识其实是不必要的。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array 里面有至少一个元素是 x。那这个是说 x 符合样式，那这一行就跟等于波浪是一回事。这个是说里面至少有一个元素，这个 n。这个是说里面有一个 key， 跟这个 key 一样。那当然，如果这边是一个 match 的话，那就是说至少有一个 key 符合这个 match。那如果这边是一个code reference， 就是一个自己定义的函式物件的话，那这样就是说把这个当做参数丢进去跑，看它是不是双倍分值，这样子。那事实上还有大量的其他别的，像如果两边都是 hash， 就是看这2个 hash 的交集；如果是两边都是 array， 就看这2个 array 是不是这个相等，之类。只有各种match 的方式。那很酷的是说，因为你 even 跟 when 的 topic 不一定都是可以自己控制，所以呢，你反过来写的时候，通常意思是相同。所以这个一样是说 array 里面至少有一个数是 x， 这一样是说 hash 里面有一个显示题，之类。没有问题吧？那另外一个 feature 是2。什么是2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写法，就是 file 是从 CGI 拿一个 parent 来，那如果它没有给的话，我就带。可是如果打明是0的话，它就一样会带，因为0是 false， 就是0在 Perl 里面是当做假值来处理。所以说呢，这个 assignment 是0，那0是假的，所以它还是带。所以就变成是说，你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叫做0的档案。那所以呢，在 Perl 5.10里面，你就可以用这个2。那2既可以看作是 or， 但是这个稍微倾斜了一下发音，或者是说你也看成 error 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左边这个东西传回是 undef， 就是没有定义，才会跑到右边去。那如果左边是0啊，或者是空字串啊，虽然是假的，但是是有定义的话，就是不是 undef 的话，那这样子它就不会跑到右边去。那本来那个 or 的问题当然是说，这是 or 的展开嘛，就是如果左边是真的的话，传回左边，不然传回右边。那个左边可能是这些，那没有办法做区分，所以一不小心空字串跟0的这2个 case 就会出现。所以在5.10里面就是所谓的 define or。那同样因为这个是标点符号，不是英数字，所以你也不需要用 use feature。可以直接用，所以斜线就是跟那个当初的 pipe 是一样的，只是这个稍微倾斜了一点。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 x 是 define 的话，那就传回 2。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bug， 就是说我每个 module 这样来处理，然后呢我看 bugs module， 但是呢因为这个使用者在打入每一列的时候，说不定会打入重复的列。例如像说他第1列打 CGI， 第2列也打 CGI， 所以说呢，我就想说我不要算2次，因为 come-bug 也许是非常贵的一个函式，就要跑很久，所以呢我就把它 cache 起来，就是我用 bugs in 来当做一个快取。我第1次算完之后呢，就把它assign进去。那第2次之后呢，因为它里面已经有值了嘛，所以说呢我就不会再去跑 come-bug，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里面的值，因为上次已经记住说它有几个 bug。那虽然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写法，却是一个错的写法。因为如果他花了这个10分钟算出它有0个 bug 的话，
这边就会写入0。那下次来，偶尔因为左边0是假的，所以它又会再跑去算同一个模组，然后又会再去花10分钟，又算出0来，然后又存进去，然后下次来还是0。所以 complex 如果是传回0的情况，这个 caption 也是没有在做的，那这绝对不是我们要的意思。那所以在 Perl 5.10就是把这个 type 往右倾斜一点，然后就变成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里面如果是 undef， 就是根本没有这个值的话，那我们就去 complex。那不然的话呢，就算它是0，我们也是直接用它里面的值，当做快全值。这样。好，那以上是 use feature 的部分，那接下来是正规表达式的部分。3分钟了，讲慢一点。接下来是正规表达式的部分，那这部分是来不及翻译成中文，所以就口译吧。这是 XKC 我很喜欢的一个漫画的网站。他就是说，他每次在学一个新的东西、新的技术的时候，就会想象一些奇怪的场景。所以这家伙就说啊，这个我们认识某人啊，然后那个某人这个被一个杀手追踪，然后最终他去他度假的地方。可是呢，他的 email 有200 MB，我们怎么在里面找到这个他要去哪里度假呢？然后这个时候泰山就出现了，说我知道怎么样用正规表达式，啊，泰山就打 Perl， 然后打完之后呢，就这个拯救了世界这样。啊，那所以是正规表达式是非常强烈的东西。那当然，通常不是这样用，但是无论如何是非常强烈的东西。你在用它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这样。当然有时候也会有摔下去的感觉，但是 anyway， 在 Perl 5.10，我们的那个正规表达式引擎几乎是重写过的，加了一大堆非常多新功能。那这一大堆新功能，我讲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很兴奋。如果你没有觉得很兴奋的话，表示那个差别很够。那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引擎它就是没有 recursion， 它把一回转成iterating， 就是变成一般的回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正规表达式里面用正规表达式的时候，或你在正规表达式里面用好几层的那个括号套在一起的时候，在 C 那边它不会自己再去呼叫某个方式，所以当你正规表达式很复杂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那个 stack overflow， 那只会花非常久去搞。那而且呢，这个因为它不是 recursive 而是 iterative， 所以说我们就非常容易在上面加一大堆功能，而且也可以保证它不会破坏节奏的东西。那另外一个重点是所谓的 plugin。Perl 5.10开始，它的 regular expression 引擎是可以随便替换的，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好像是我写的。你一旦用了 5.10 或者 5.9.5 以上，然后用了这个 CPM 模组之后，在这个区块里面定义的所有正规表达式都会交给 PCRE， 就是另外一个 regular expression 的 library 去。那有别的 RE 引擎，像什么 RE 引擎 PO6 是用 PO6 去跑，RE engine Y2K 是什么呢？就把你的正规表达式里面的 Y 都先换成 K， 然后再去做比对，好处。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在这个比赛嘛，看谁能够写出第一个 RE 引擎这样子，然后当时要花好几天，然后我就花5分钟就写完了。那因为就是写 RE 引擎 Y2K， 那就很简单啊，你把进来的 Y 都换成 K， 然后再去比对一次就好。那结果他们就改了规则，说我不算，那我只好再写这个 PCRE。然后 anyway， 那 RE debug 也是另外一个可以这个切换的引擎。所以说，你就可以说，对于这一部分的正规表达式，我在比对它时候要印出错误讯息，就是出错讯息，但是整个程式其他地方都不受影响。那这个就很好用，你可以说这一段的正规表达式其实都是特六语法，或者说这段正规表达式可能都是我不知道什么 Origuruma 或者是什么 Ruby 的语法或什么之类的别的语法。那他们现在好像在 port 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引擎，那以后都会放在自己身上。另外一个5.10的这个功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括号，里面有一个加号或星号，就外面有一个加号或星号，它外层又有一个括号，又有一个加号或星号。那凡是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是很可怕的状况，因为就会产生组合爆炸。
因为在里面的东西它可以 match 1次、2次、3次、4次、5次，可是它如果 match 不到的话，它就会在右边也试着 match 1次、2次、3次、4次、5次。那所以就会变成说，这边每一个可能 match 的值跟这边每一个可能 match 的次数就会乘在一起。那如果你有好几层的话，那 backtracking 的次数就是乘指数上去。那所以组合报价当然是要写这个报价拆卸进去，为什么要写这种 slide？ 那所以说，你如果 man Perl R1 的话，它有一个推荐的做法就是问号大于。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问号大于不管 match 任何东西，它一旦这个 match 成功了，它就会拒绝再 backtrack。就是说，就算它后面 match 失败，但是我这边只要抢了可能5个点号的话，就是5个字的话，那我也不会 backtrack 回来说我试试看4个字行不行，我试试看3个字行不行。那所以说，这个虽然是正确的写法，可是看起来非常的丑陋。所以在5点时你可以这样子写，那就是非常非常容易。这一串看起来就终于可以看得懂，是我们要比对一个双引号里面的字串，里面是要么就是不是双引号，也不是反斜线，要么就是反斜线后面跟一个字，就是所谓的艺术字。那为什么这边都是加加的？就是说我这边只要试着 match 到5个艺术资源或10个艺术资源 match 到了之后，后面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不会回来说我试试看4个行不行，3个行不行，2个行不行。这样。那这个功能在好像别的 regular expression 以前也有，大概好像都有。那所以这个是实例 ，A 加 A 就是本来的这个加号的写法，它就会试着说，我们先试试看能不能 match 0次，然后就发现失败了。然后呢，我们再试试看能不能 match 4次，失败了，3次可以。然后这个加就是吃3个，然后呢，这个 A 就是还回来。这个 A 是后面这个 A， 那这个 A 加是先试4个或者3个，然后。那但是如果你是写 A 加加的话，它一开始就抢了4个，抢4个的时候就永远不会再组回来了，所以说这个就不会 match。所以你在加号或星号后面再加一个加的意思，就是说这边只要 match 到了，我就不会再愿意 match 更回来的东西，那这样就可以避免组合爆炸，然后让 match 的速度变得。在 Perl 5.8版以前，就是我们用括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背它是第几个括号，像这样是前号1，这样是前号2。那可是如果括号有好几层的话，很快的你就发现很难算，因为你要看左括号出现的地方，而不是说右括号出现的地方，然后就要去算说这个内层的其实是第3个或第4个这样子。那所以说每一次你要加一个新的括号，或把问号冒号拿掉，或怎么样做调整的时候，你底下所有的前3、前4、前5可能都要改成前4、前5、前6，这样子非常非常的麻烦，非常非常复杂。那所以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知道说这个最后一个 buffer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 Perl 6的所谓 name capture buffer 加进来。那但是语法是用它的，那长得像这样，这2个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跟本来括号里面放盘是一样的道理。可是呢，它不会抓到前1或前2或前3去，它会抓到的是就是一个叫做 name 的变数。那你在regular expression 里面，在表示式里面，本来你可以说括号，然后 match 到一个东西，它是前1嘛。但你后面要 match 一模一样的时候，是用反斜线，叫做 back reference， 就是回溯参照。那你要回溯参照一个句名的 capture 的话，就是 backslash。那多了2个变数，就是杂凑加跟杂凑减。杂凑加是说上一个 match 到名字叫做负的那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有好几个名字叫做负的，或者负 match 到好几次，那就只取最左边的那个。那减的意思呢，就是它会传回一个阵列参照，然后说所有这个里面是负的，如果 match 好几次的话，就是在这个参照里面的元素。所以plus 负的意思就是 minus 负的点，这样。所以就是你刚刚用负去比对到了之后，它的变数你要拿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式拿。或者说，如果你要
复可能会出现好几次的话，是用这个方式。这样应该还好吧？就是比前1、前2、前3要多打一些字，但是你可以就用任何打错可以用的这个操作，像 exists 去看说那个名字叫做true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在上一次的比对里面被别过。那数字的所谓 back reference 就是回溯参照的语法，本来是这个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你 backslash 012是8进位字串的意思，可是 backslash 11它的意义是要看它左边到底有多少括号而定。它如果左边有11个以上的括号，它的意思是第11个括号；如果它左边有10个以下的括号，它的意思是8进制人，完全没有任何道理。所以说就你要一眼就数出这里有几个，需要一些这个练习。所以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办法。所以说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有2个 QR， 就是2个 regular expression 接在一起，那你不能够把这2个就接在一起，因为 backslash 1跟1接在一起之后就会变成 backslash 10，那这样子就意思完全不是你要的意思，不管它是8进制还是第11个参照都不是你要的意思。那所以说，我们就发明了一个语法，就是 backslash 句。那 K 是句名的，那句式就是用数字。那我们也扩充这个语法，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左边的那一个括号，不管它是什么，就是上一个括号。所以举例来说，这个就可以写成是，为了一个 regular expression， 先 match 一些资源，再 match 一些空白，然后再 match 跟刚刚一样的这些字。所以这个负一的意思是说，我左边的那一个括号，我就不用去数说它是第一个，这样。那在Perl 5的正式表达式里面，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我有一个演算式，里面有不知道多少层的括号，然后我要看这个括号有没有对齐，左括号跟右括号是不是一样多，右括号是不是没有出现在左括号前面这样子。那这个大家在这个学校可能有学过 regular expression 不能处理这种事，可是因为 Perl 5的 regular expression 它就不 regular， 所以就非常容易处理这种事，只是看起来不是很好看而已。那这个是常见的做法。我先定一个变数叫做 caption， 然后我在这个变数里面说，我要 match 一个括号，然后里面有一堆不是括号的东西，或者是我回来再读一次自己，然后呢试着把它 match 到。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递回式的，就是说你如果 match 到这以后，就重新再来读这一次变数的值，然后来看它是不是能够match。那当然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第一个，你一进来这里的时候，它就要再跑一次1万，所以速度很慢。然后你得先定这个 caption， 然后它还得是 hour， 而且这个非常非常难看，而且你不能把这一段紧加贴上，因为它依赖于有一个变数叫做 caption， 在它的 scope， 在它的范围，所以就是非常这个不方便的一些。那这里是比较拆成比较多行的看法。我要先 match 一个括号，接下来我要 match， 然后 match 到了就不要返回来了，一大堆不是括号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也就是说这个括号里面可能有一大堆不是括号的东西。那如果它是括号的话，我就再用这个东西，我自己这个正文表达式递回的去处理它。那以上这些可以出现任意多次，然后最后一定要关掉。所以这是在Perl regular expression 那本书里面所推荐的这个，基本上是好像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写的方式。那但是在Perl 5.10有很简单的写法，就是有一个新的语法叫做括号问号。括号问号1的意思就是说，我把第一个就是 backslash 1或者$1的那一个括号重新再用一次，所以这里就很容易懂，就是我要 capture 这个括号，那它是$1，所以我在里面就可以自己只设到自己，所以这个就是问号1的意思，就是说你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把第一个括号里面的那个 pattern 重复利用一次，所以它就可以递回式的去 match。那这样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定一个多的变数，然后快很多，然后你可以把这一段紧下贴上，它一定都会动。然后而且这一段还稍微比较容易看懂。那你
你如果写问号0或者问号 R 的话，它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你在里面不需要在这个表示里面其实不需要真的打括号去 capture， 这个交易表是自己它已经有一个名字，就是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我要 match balance 的括号，可是我不想把它 capture 起来，我只想检查它是不是能够 match。那所以说呢，我在上面做这个定位的时候，如果我这边不 match。我如果这边不打括号，就是我不要把它实现底线1的话，那我这边还是可以写问号0，那它一样是把这一串当做一个地位的样式再进去。那同样的，如果这个刚刚不是capture 到前号1或前号2，而是到一个有名字的变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问号，然后 ampersand 然后那个名字来定位进去。那这个呢就。为什么要有这个很奇怪的功能呢？因为 Perl 6的弱就是这样子运作。那这个是我们跟那个 events 就是写图形简报跟写这些功能的人合作的一个计划，就是把 Perl 6的弱都能够直接编译成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待会看到一个例子。但是这边先看一下刚刚的那个example，我要比对一个字串，它的开头一定要是括号。然后呢，之后有一大堆可能不是括号的东西，或者是问号1，问号1就是刚刚用括号挂起来的这一段，不包含那个最前面跟最后面。我要重新比对一次，就是再递回进来一次，然后出来会有括号。所以这样不管你有几层括号，3层、4层、5层，它都可以用 recursion 用递回的方式去检查它有没有 match 到。那当然，它不一定要真的是 recursive。而且你可以往后指示，所以说 AABB 就会 match 到 A， 然后递回到问号1，也就是再 match 一次 A。2虽然还没有定义，但是我现在可以先用，然后还要用到，所以这样就会 match 到 A。然后呢，它不只能够用这个绝对值，它也可以用相对值，所以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先 match A， 然后呢，我把左边那个括号里面的东西再 match 一次，但是说用同样的caption 在 match 一次，不是说它实际上 match 到内容要一样。然后呢，这个是它右边来括号，再 match 一次。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它要的这个功能，就你可以定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 query expression， 然后你一开始呢用这个特殊关键词之后呢，你就可以有一大堆 name capture， 就是有名字的截取式。那在里面呢，你可以随便去 reference。随便去提到任何同一个 define 这个 scope 里面的其他的截取式，就算它们还没有被定义。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写一整份 DNF 或者是比 DNF 更强力的 represent 文法，然后直接在这里面说我的每个 production rule 要长 pass rule 要长什么样子。那这里面每个 pass rule 都可以再指示到里面的其他别的 pass rule。那到最后我要 match 的东西其实是 address， 但是这个 address 就是被先分成 mailbox 跟 root， mailbox 又再分成这个 name address 或者 address bank 之类的，所以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定义说我要 match 一个 IFC822的internet 邮件地址，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口系的 spec， 所以可以直接用这个 regex 的语法来定义。那事实上在 Perl 6里面，你如果定义一个 Perl 6的 rule 的一个 Perl 6文法，然后我们要把它定义到 Perl 上面跑的话，我们就是产生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它就可以用 Perl 的正规表达式引擎去跑，那速度是非常快的。另外一个新的功能是 \k。\k 的意思是说，keep， 就是我 match 到这一段之前的东西，我其实都不是真的想要，我只想检查它是不是 match， 但是我不要把它 capture 出来变成 match 的一部分。那这个用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在以前我们如果要把这个 FO， 然后可能有好几个 O， 然后后面跟着 bar， 把那个 bar 换成 bus， 但是保留左边的那个 FO 或 FO 的话，我们的标准做法是把它 capture 出来，然后把它叫做 $1， 然后在这边把它带上，就是说我替换 FO bar 成这边把那个 FO 抓出来，然后再贴回一次，然后后面变成 bus。
那但是现在因为有 backslash_k， 所以就可以说，我先 match 这个，然后但是呢，我把左边丢掉，所以我现在真正的 match 是从这里开始算，然后我直接把右边的 bar 换成 plus， 这样左边这些已经 match 到的东西就不会被这个 s， 不会被这个 substitution 带来。应该还好。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让写 Perl 的人闻之色变的变数就是这3个变数。那这3个变数应该大家并不是很陌生。但跟 Perl 一开始就说千万不要用这3个变数，用了的话会被天打雷劈之类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你任何一个模组，任何一个编译过的东西里面，只要用到了这3个里面任何一个变数，突然之间所有其他模组在所有其他城市，同一个城市里面用到所有其他模组的这种表达式都会变很慢。那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在 match 之后就要记住说，它整个 match 的东西是什么 ，match 之前的字串是什么 ，match 之后的字串是什么。所以说，你一旦提到了这3个变数，就算你不是真的用得到，你一旦提到这个变数，编译器就会把每一个正规表达式都加上keep 这3个东西的功能。那这当然是一件非常慢的事情。那现在呢，如果你真的需要用这3个变数的话，你可以用/p， 就是你 match 什么，然后到最后/p。你用了这个之后呢，就有3个特殊变数你可以用 pre-match、match 跟 post-match。那它的意思跟本来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只对用了 backslash_p 的这个正规表达式受影响，所以其他的一般的正规表达式都不会变慢。那这样就可以任意使用这3个，其实蛮好用的功能，但是就不会让其他人程式变得非常难。那另外一个我们常用的语法是这样子，就是我要 match 一些空白，后面要么是 value 等于某个字，要么是双引号里面的某个字。那这个是第一个 caption， 这个是第二个 caption。所以我要知道我到底 match 到什么，我唯一的办法是说，我先看前一有没有 define， 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前一当初 match， 不然就是前2。因为这边是一个 type， 是一个 alternation， 就是说它不是左边 match 就是右边 match， 可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根本不知道它是哪边 match，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检查一次前一跟前2。那这个不但是很慢的事情，也是很烦的事情。所以在 Perl 5.10就多了一个功能，叫做问号叹号。所以跟刚刚的那个问号冒号完全一模一样。那它做的事情就是，这里面的每一个括号都独立计算，不是说左边的算作第一个，右边算作第2个，而是说每一个 alternation 里面最左边的都是第一个，所以这个也是前一，这个也是前一。所以这2个不管哪一个 match， 我都可以直接用前一拿到它 match 的字。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因为像这种段落真是不知道写了多少次，所以这个就可以很容易的说，你 alternation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我都是用同一个变数或者名字来做计算。然后呢，除此之外呢，figure expression 也变得非常快，因为有人实做了 classic 演算法。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以前在mainstream figure expression 里面有说，如果你写这种 alternation 的话，你应该手动把它改写成这样子，因为它前面的 FOA 这3个字是重复的。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写法，那 Perl 就会先去试着 match 这4个字，不行要倒退4步再来 match 这4个，不行要倒退4步再来 match 这个，那是很慢的一件事情。你不如让它先把 FOA match 到，如果 match 到了，再试着 match M 或 L 或 D， 那这样可以快好几倍。那现在呢，你就不用手动做这些事情，或甚至你不管是叠了几层的 alternation， 它里面前面只要有 common substring， 就是有一样的前面的字串，那 Perl 现在就会自动把这个前面的字串找出来，然后帮你做比对。那在实物上面就是直接可以快这样。那这边稍微休息一下下，有没有？那赶快把这个 expression 跳过。
所以说呢，接下来的这段我就跳过好了，因为这段虽然非常非常强大，但是也非常非常这个不是自己写过文法剖析集的，比较很难说一下子就看。这个意思就是说 ，Perl 的这个 NFA 的 backtracking 的回溯的机制，现在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控制，就是多了一大堆特殊这个动词。举例来说，你只要碰到信号 fail， 这个 match 就直接 fail 掉，不管怎么样都 fail 掉。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印出所有可能 match 到的对象，因为它会先 match A plus B 问号。然后直接印出说我目前 match 到什么，但是呢，因为 fail 掉了，所以它就会 backtrack， 所以就试试看 B 能不能少一个或 A 能不能少一个，然后又跑到这里来，又印出另外一种 match 的方法，又 fail 掉，以此类推，所以就是找到这个能够 match 这个样式的所有的地方，所以就会印出像这种东西。那相反的 except 是说，不管我右边还有什么东西，我现在就都不比对，我直接就当做 match 这个。所以 A C 就会 match 到 A， 然后 C 直接 accept， 虽然后面还有一个 E， 但是我不管它，这样子。那这个也有各种样的，但是我就直接放。然后，对，其实上 Demark 就是你在这边做的事情，就是他就是把类似 prolog 的这种就是 test finding 找出怎么样。解决某个 constraint 某个限制的，就整套我们叫 logic programming 的东西，都试着把它加进 regular expression 进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你现在也有 if then else， 然后也有各种flow control 之类。所以变 regular expression 它自己变成一个 mini language， 然后这个 language 非常的强大。那你可以用这个东西自己去定义各种 match 的方式，但是因为主管不及备载，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个。那接下来是一些比较小的东西，但是虽然小还是很好用。那首先就是跟这个 Java 1.4一样，我们有 assertion。什么是 assertion 呢？就是随便任何一个函数，你在后面写冒号 assertion， 它就变成 well assertion。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去呼叫它的时候，编译器会讲什么？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主程式里面说 assert 什么 assert 什么 assert 什么。但是呢，不管你怎么呼叫它，编译器都假装看不到。直到你用 Perl -A 跑你的程式为止。就是你如果用 -A 跑的话，那所有的这些 sub assert 都突然间变成这个一般的函式，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做各种检查，就检查说你进入这个 subroutine 的时候，这个 condition 是对的啊，或者是说你进来这个档案的时候，这个档案还存在啊，之类，可以做各种检查。那你在开发的时候可以用 Perl -A 跑，然后这个检查就会一个一个跑。可是等到你确定你的程式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不需要回来把这些 sub debug 啊、sub assert 啊、sub trace 啊，都把它就是去掉。你可以直接把 Perl -A 变成 Perl， 然后这些东西都突然间好像它不存在一样。那这边是说只启用这个副模组里面的断语，所以说所有没有被启用的模组里面的 assertion， 基本上你在呼叫它的时候就是自动假装看不到的。那所谓的 pragma 就是去影响编译器怎么样去处理你的程式的一些模式。那我们最熟悉的一个 pragma 应该是 use case， 所以在这个区块里面，如果你没有宣告变数的话，突然之间它就从不是一个错误变成是一个错误。那在以前，像 strict 这种模组是不能够自己写的，因为它是用到编译器内部的一些特殊的 flag。那这个 flag 都已经被占满。所以说你要自己写一个蛮 strict， 但是做不到。但是在 Perl 5.10里面呢，这个资讯 hint 这个资讯呢就开放给大家使用，所以就可以随便写一些模组。这些模组呢，只有在他们用的那个 block 里面成效，然后呢出了那个 block 就不成效。所以所谓 lexical scoping， 那这个 lexical scoping 在很多模组是非常常用的。例如像你要写一个 warning 模组，在这一段里面。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要提出警告，那你就不会想说你用了这个之后，突然间整个城市都是有影响。那所以说，在实务上面是这样的，你可以定一个pragma叫做 yes means no，
那 yes means no 的意思就是说，我一旦 use 它的时候，我就把 hint 这个杂凑里面的这个 flag， 这当然是我自己取的名字，设成1。那我如果写 no yes means no 的话，就是把它直接设成1，就跟 use strict no strict use warning use no warning 的用法一样。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写一些函式，它在跑的时候去检查它的呼叫者的 hint 里面到底有没有 yes means no， 就是在当初编译这个呼叫者的时候，这个 pragma 是不是作用中？所以说你就可以定一个区块，里面用这个 pragma，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 hint 就是 yes means no 打开，所以它就呼叫 yes 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当初在编译这个 block 的时候，它有 yes means no， 所以这边就会印出 no。那你一旦离开了这个区块，这个 hint 就不生效，所以在 yes 进来的时候呢，它就没有这个 hint。既然没有这个 return yes， 那这个有就是非常非常多种用这个租判不计例子。长期以来我们在 Perl 里面去检查说某个物件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类型的时候，我们是用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检查说这个 object 是不是一个 logger 的物件。但是呢，这个问题是说它一定要去继承 logger， 就是它的实作一定要跟 logger 扯上关系，就是它如果没有定义的方法，就会回来用 logger 的方法。但事实上呢，很多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物件，它是能够实作 logger， 可是它自己并不是继承 logger， 它可能是 aggregate， 就是一大堆物件放在一起，然后某些 method 交给 logger 做，或者它是一个 delegator， 就是它外面是一个大物件，但它碰到某些情况的时候，它叫里面的一个 logger 的 topic 的物件，一个子物件去做。或者它根本就是一个 mark object， 就是它不是 logger， 它是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物件，可是它假装它可以做 logger， 可以做所有事情，但事实上呢，它只是在装嘛这样子。那所有这些都是很常用的物件导向的 pattern。那但是这些 pattern 你用 is 来做 check 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check， 或者是说你就得强迫这些类型莫名其妙的就也要去继承 logger， 那这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做的事情。所以在 Perl 5.10就有一个新的 universal 的方法叫做 does， 就是我是不是实作的。那这个同样的当然也是 Perl 6来的，基本上以上看到所有的 feature 就都是 Perl 6来的。那所以你可以说 object 是不是 does logger？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它继承 logger 的话，这个还是会传回 true， 就 is 是 true 的时候 does 一定是 true。但是呢，它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说，我能够满足 logger 的这个角色的这个 role。所以你可以自己定义 does 这个方法。所以像这个什么class struct class 什么东西 moose 这些帮你定义类型的模组，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帮你自动建立 does 方法。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说我是 mix in logger， 或者我是这个 reuse logger 把它 delegate 过来或之类。但是无论如何，你在实作程式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检查说它是不是能够满足 logger 的那个 interface， 而不是说它一定要继承 logger 的实际的实作方法。那这个在做物件导向的重构上面是就是非常方便。那另外一个新的模组是 hash util hash。这个长期以来我们都有一个困扰，就是说hash 的 key 只能是字串，不能是物件。那如果你硬要把物件当成 key 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很丑的样子，什么它的 class 括号0x abcdef 之类之类的。那用那个东西当做 key 是很危险的。第一个它很长，第二个呢，在不同的执行区它的那个数字会不一样，所以这个 hash 就会突然失效，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难用。那但是呢，你一旦用了 hash util hash， 它就可以造出杂凑物件来。那这个杂凑物件的 key 是可以真正的是 object。然后它有另外一个特性，就这个 object 它实际上是一个 weak reference， 就是一个弱参照。所以说，如果这个 object 消失了，这个 object 没有人在用，那这个 key 就会自动被删掉。所以在这个 object 被就是 destroy 被解构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回来把这个 hash 里面的这个 key delete 掉。那所以就不用去maintain说这个 hash 里面哪些 object 是活的，哪些 object 是死的，Perl会帮你maintain哪些是活的，哪些是死的。那所有以上，然后当然它在多执行区就是 multi-threading 的时候，也是就是非常 safe， 就算 object 的那个 memory address 不一样，它也会自己去调整它的。那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为了要让 inside out object， 就是最近新流行，但是没有什么时间讲的，一个方式，一个做物件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是说，平常的物件都是一个参照的杂凑，然后你去把那个杂凑的某 P 拿出来，就是它的 property。那 inside out 就是说，我的物件都不是杂凑，然后我的 property 都是存在那个 class 的变数里面。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做出来的物件，它的 property 存取的速度快了大概2倍多吧。然后storage space 少，最多可以少到5倍，如果是用 array layout 之类。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用这种 layout 去做物件导向设计的话，突然之间也是只有跑得很快，然后用的机会就很少。那但是之前呢，他们一直碰到的问题就是物件消灭的时候不能直接删掉，那你不能直接用物件导向杂凑件。那这些东西现在都是由这个模组去解决的。所以从Perl 5.10开始，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既有的物件导向框架改去用这个东西来做layout，然后所以各种物件导向就会突然之间，然后消耗很少的精力，然后也不会你在 Windows 上面跟 file 有关的各种 API 现在是一个新的模组。那当然，所有其他核心模组都是 C++ 带过来的。那 C++ 是我们在5年以前开始的一个计划，因为 CPM 虽然很好用，作为使用者而言很好用，可是你如果是想要写一支程式去 CPM 上面抓东西、解开、安装、确认它有哪些依存性，把它重新包成Debian 或者 RPM 或者什么别的格式的话，那 CPM 是根本不能用的，因为它 API 非常的不干净。那所以 CPM+ 做的事情就是它帮 CPM 这个 Web Service Web 嘛，后来 FTP 算什么？Web Service 给一个很棒的 API， 所以这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写程式说，我去数 CPM 最近有哪些新模组啊，或者是说我这个模组测试出来有问题的话，我要去回报这个问题啊，或者是说这个模组最近在 smoke testing 就自动测试那边的失败或者成功状况啊，或者这个模组现在是被在 CPM rating 上面被评几颗星啊，之类，就是举凡就是安装、反安装模组，所有任何一些跟模组有关的事情，跟 CPM 有关的事情 ，CPM+ 就会给你一个 API 去处理。那当然，它也附上一个命令列程式叫 CPM， 所以你以前是用 CPM 安装东西，现在就可以变成用 CPM 安装东西。那它就是免除掉本来那个 CPM 的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反而我们或者是 testing 啊，或者是什么在 Windows 上面会 testing 会失败，因为这个它 fork 不能做啊，之类。CPM+ 都用了各种方式去模拟，实际上让你真的就能够装出方法。那这个东西我们做了5年，它是 Yasbonus 发起的，那我每天了一阵子。那我们一直在布局的事情就是让它变成核心模组。那这个所以大家常常都怪我们说是因为 CPM+ 不 ready， 所以Perl 5.10很累，当然不是这样子。那但是现在终于 ready 了，所以它现在就是Perl 5.10的核心模组。那因为我们呢非常相信模组化设计，所以说 CPM+ 就连带的也用了一大堆 CPM 上面的模组。所以说一旦 CPM+ 变成了核心模组，这些东西也都变成核心模组。所以说，突然之间，你Perl 5.10装起来的时候，这个以前只有 MD5 没有SHA，现在就有了啊，可以算SHA-256啊之类。然后有 native 的 tar、gzip 什么资源啊，然后有 file fetch 啊，这个很好用，可以随便去某 URL 抓一个档案下来啊。然后还有那个 local make test simple 啊，就是我写的这个很容易让你去做国际化语言处理，就是用 Python 或者 LLC 就可以教你要翻译哪些字串。然后还有一个local list。还有一个 core list 可以确认说某个模组它是不是核心模组，是的话是从哪一版开始是核心模组。然后当然大家都很喜欢什么就 pluggable 可以让你做模组的 plugin， 然后之类，组它不是背景。所以等于是说在 CPM 上面我们常用的一些工具程式、一些工具模组，因为 CPM+ 用到，或者因为 CPM+ 间接用到，那 CPM+ 现在是核心模组，所以所有这一大条的东西就都带进来了。那所以说，这个如果各位已经在用这些模组的话，那就可以放心在5.10使用，因为5.10可以保证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坏掉。但如果本来觉得这些 dependency 我不想用这些模组的话，那以后在5.10就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反正都已装最多，这样子。那事实上好像比这边列的还多非常多的，可是我没有什么时间一个一个去看，所以这个请自己看Perl的。好，那除了这些方面的改善之外，Perl 5.10当然也跑得比较快。那一个最大的差别是我们 UTF-8 cache 被 Nicholas 重写了，所以如果你有做中文的 substring 或者 index 或者 pattern match 的话，
应该是会快2倍到10倍看你怎么用这样子。那这个是很棒的，因为之前你的 regular expression 里面只要一出现中文，那个 regular expression 突然就变慢，但现在就是会变慢。那以前你 use constant 的时候，它会占相当多的记忆体，但现在每个少占了400 byte。那400 byte 虽然不多，可是像 postx.pm 里面全部都是 constant， 所以说你 use postx 现在这样子就突然间少了，忘记多少30K 50K 的记忆体。那 threading 以前在开一个新的 thread 的时候要等很久，那现在就不需要等那么久，在 Windows 上也不会突然之间让电脑当掉。那除此之外，5.10还有更详细的 thing check， 就是Perl dash 大 T 进来的时候，现在各种各样的变数，什么 auto load 啊，什么都会被填进。然后去年在这边有讲过 module compile， 那5.10现在就是稳定的去支援 module compile。就是你把 PM 档编译成 PMC 档的时候，它不会再去用那个什么时间戳记做一次检查，这是技术细节。但意思是说，我们以后把 Perl 6编译到 Perl 5的时候，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PMC 这个 extension， 然后它就可以保证说 Perl 6编译到 Perl 5上载到 cpan， 然后你从 cpan 下载，点 PM 是 Perl 6，点 PMC 是 Perl 5的目的码的时候，你可以在 Perl 5.10直接使用，然后不会再有这个任何不稳定的状况。那除此之外，当然多了很多文件。Perl Unitudes 是特别值得看一下的，就是你用 Perl 处理万国码、处理中日还是什么文字的时候，常犯的一些错误、常用的一些语法，这边有一个教学课程。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类型的类型文件，这样子。那其他的就请自行参阅。那所以刚刚可以看到，这整个主题就是说 ，Perl 6可以做一些事情 ，Plus 用它跑很慢。然后它把它编译到 Perl 5.8跑也很慢，那我们要它变快，或要它功能变强，所以我们就会去找人写，然后他们就写，然后这个就变成 Perl 5.10。好，所以这个以上大概是这样。